丽翔饭店的摘星套房。这个外面呢，就是它的露天温泉冷，它这还蛮大的，就是一个温泉池，你可以从这里放眼看到南洋平原。1楼还有一个户外的露天泳池。嗨，那我们今天入住的这个就是这个丽翔饭店的摘星套房。这间摘星套房是在12楼，它的电梯也只到11楼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它12楼是在顶家。我们就来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入住的房型啦。一进门的右手边，它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就是厕所的部分。那厕所部分它一样就是有免治马桶，还有2个洗手台，让你可以早上可以方便的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后它这边有吹风机，吹风机就是达新牌，对，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就是这种绿色瓷砖拼贴，然后再加上藤边。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后看，那这边就是一个蛮开架式的一个浴室，开放式的，就是它没有门了，它只有门帘，对，那就是一个空间算蛮大的一个浴室。这边同样有一个洗手台，那我们这边呢是我们刚刚的茶，然后我们先放在这儿。那这才是它的重头戏，那就是跟我们往外走咯。这个外面呢，就是它的露天温泉冷。我们看，它这还蛮大的，就是一个温泉池，你可以从这里放眼看到南洋平原。那它真的还蛮大的，就是我如果整个人躺平，大概都还可以。然后深度的话呢，如果坐下来，大概可以到胸口，就是好几个人都可以一起来泡。再来就是房间的部分啦，那它房间的整个设计风格就是蛮有原木风格，小木屋的气氛。只有3根木头，就是3根原木，然后还有一根第4根，这里有第4根，4根，4根原木配上小木屋的风格。然后它右边是这个木墙，另外一侧是石砖的砖墙，就是混搭风。那这边就是一个基本的小的一个座位，它在桌面上提供了一个这么多插头的一个这个分插作曲的设备，然后它也很贴心，给了我们一个宜兰名产蜂蜜牛舌饼，虽然我看不出来它是哪一家的。再来就是我们的房间喽，它的床型也算是加大型的双人床，左右两侧呢，那就是一些基本的备品，冰箱它藏起来了。冰箱是藏在这个看起来像3层柜的一个地方。那他有特别跟我们讲说啊，就是冰箱里原本有的这4罐饮料都可以免费使用。舒跑是我放进去，舒跑也是啊，那时候有3罐，就是2罐黑松沙士跟黑松汽水，那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备的。然后呢，它也有提供这个冰桶，让你可以去拿冰块，但是呢，它没有盖子，所以这点有点可惜，就是你拿了很多冰块上来之后，它可能很快就融化了。再来就是我们的另外一边这边的床头，它这边房间有配有一个这个没看过的这种蓝牙喇叭，那你可以在房间也可以听音乐，然后它基本上也是一个闹钟。这边的床头左右两侧大概就这样，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左右两侧啊，它都没有那个插座，所以如果在房间里要充电的话，就是要到我们刚刚那个小桌上用那一个充电塔。对着床铺的后面这边就是一个还蛮木质的这个古董柜，感觉很像油桶。对，打开来呢，那事实上就是一个衣柜。那我觉得放衣服进去有点卡，对，有点小的一个衣柜，要放衣柜有点难用。然后呢，这个就是电视机啦，基本的，这个大概是32寸吧，不是非常特别大的那种感觉。那没关系，我们来住温泉饭店，重点不是电视机，我们是来泡温泉的。然后这间有独立的冷气，因为它在顶楼。对，因为它已经脱离它的中央空调的范围。它还有备有一个这个户外阳台。阳台可以做什么呢？阳台就是可以看风景。哦，今天雾蒙蒙的，而且它还有，我发现蛮好笑的，就是它怕你爬墙，所以它在这里种了很多这个很刺的植物，应该不是，就是让你爬会很痛，根本爬不上去。然后那边就是对到我们刚刚的温泉区。好啦，那这整间的屋子啊，它还有一个蛮舒服的地方，就是它的地板是一个木质的这种小木屋的地板，走起来也还蛮舒服的。
有一种真的是在住在小木屋的感觉。虽然你是住在大楼的顶楼，顶楼加盖的小木屋。其他还有什么备品呢？宝箱要开吗？宝箱这边。那这间饭店啊，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像是1楼还有一个户外的露天泳池，它还有分 A、B 区。A 区呢就是一个 SPA 区，然后 B 区呢就是一个露天游泳池。那它的 B2 呢，那还有很多娱乐设施，就是包含打桌球啊、打撞球啊，或者是一些游乐设备。那也都就是很像温泉饭店的概念，让大家可以一直住在这个饭店里，不要离开。然后1楼那边它还有那个小点心，有咖啡机，那个冰的一些茶点。那大家就跟我们去1楼看看喽。走，那我们想要那个赛车的代币。不同游戏的代币不一样嘛？没有，只有赛车需要代币。就是需要代币。那我们可以再多要。一个房间是先给2枚，用完再上来拿。哦，因为我们有3个人，想说我们3人房。我们是加床12楼，12楼。对，我们还是一个房间是先给2枚。那有细节。哦，这样还不错。还真的蛮有就是以前在日本看到的那种感觉。哇，还有街机。玩家这个是那个 Xbox One， 还有桌球桌，哇，哦，它这里还有，这里可以投钱玩赛车。这边要玩的话，要去柜台跟他要代币，就可以来开赛车。然后撞球桌。这边还有一个儿童游戏室，真的就是很适合在这里待一天的那种感觉。嗨，大家早。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第2天的早上啦。那我们今天被安排在这个窗边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旁边就是火车站，所以旁边就是时不时就会有火车经过。对，它的早餐就是中西式的混合早餐。那它的熟食区不算非常多，我刚刚看一下，它熟食应该是。就是有圆盘的那个是8样，然后旁边有一区是面包，面包下面有2个汤，然后左边还有一个沙拉区，然后右边那个有清粥小菜，就是卤肉饭跟咸粥那边有，右边过去那边是茶叶蛋、水煮蛋跟炸物，对，然后在右边的那个咖啡机那边再过去除了有那个饮料之外，就是牛奶、豆浆、红茶。然后右边那边有3个就是蒸笼类的，然后里面有烧麦、珍珠丸跟蒸饺，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在右边有一整个蒸笼，就是很多肉包，对，还有一个肉包。然后我们刚刚大概拿了一轮就是这样子，它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会让你吃饱的那种类型，但是可能不见得是走非常精致的那种风格，但是我觉得吃饱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它这边一样就是有这卤肉饭，可是我觉得它卤的味道不够重，我比较重口味，少了点，对，比较重口味。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豆腐，我倒没看到它，就是嫩豆腐，然后你自己淋酱油这样。它的蔬菜是这个焗烤南瓜，对，算是比较特别。所以我直接跳过那一碗。你可以捞焗烤，然后不要捞南瓜，我会被唾弃。好，我们吃完早餐了，然后又有一辆火车开过去了。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是摘星套房，然后它12楼就是2间，一间是邀月，一间摘星。邀月的感觉比我们那一间摘星的还好一点点。我们那一间摘星有点像是邀月本来那边有一个顶楼套房，然后另外再加盖一个就是铁皮屋的，然后变成摘星套房。对，但是它里面有它不同的一个设计风格，只是从外观看起来是很像是铁皮屋加盖的。对。早餐吃下来的话，就是会吃饱，但是样式没有到太多。它里面没有提供一些就是可能宜兰当地的一些菜色，有点可惜，像是什么3星葱啊，或者是3星葱的料理，或者是什么空心菜、温泉空心菜，对之类的，就是觉得稍显可惜。整栋饭店的感觉会比较像是日本的那一种，就是温泉度假饭店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在里面好好的玩一整天。如果房价不是太高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带小孩来就可以在水池里玩一天，对。而且因为它是温水的，我觉得也不会担心小孩感冒。对，它是温水游泳池。
我们那一间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强势就是我们有一个露天的一个浴池。可是它露天浴池出来的水，我们其实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温泉水。对，因为有时候碳酸泉跟一般的热水就是泡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区别，这样。对，好，这是一个小小的疑问了。那这次的饭店开箱就到这边，